But if he loses, it's going to be hard for you to pretend you never supported him. All in. In the deep end. Yeah, no, you are definitely in the deep end. You cannot touch bottom. No, I'm like. 那你看到的这个片段，其实是马斯克在接受卡尔森专访时提及的一个片段。在这次访谈中，马斯克明确表示，他对川普的支持是全力以赴的。马斯克决定全力支持川普，这一立场确实让外界感到惊讶。在公众印象中，他一直是一个远离政治站队的人。据报道，他曾排队6小时只为与前总统奥巴马握手，甚至在2018年，他仍然将自己描述为这个政治立场温和的人。2017年，他是最早退出白宫商业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当时他因为气候变化政策与川普决裂，他的公司特斯拉生产电动汽车，而川普过去曾不断批评这些车型昂贵且不切实际。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马斯克为何突然一改往日作风，就是要全力以赴支持川普呢？实际上这一原因可能最早源于马斯克长期对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不满。他对拜登的批评在2年前就开始升级，因为他没有获得参加白宫商业会议的邀请。这一冷落就导致他告诉美国电视台 CNBC 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忽视。此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地参与关于新冠疫情封锁、乌克兰战争、对华政策和跨性别等问题的辩论。然而今天我们想从另一个维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关注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现状。实际上，今天的川普和哈里斯已经不再仅仅是两党政治的代表，他们更像是新兴力量与建制派之间的政治博弈。而这种现象在全世界其他地方也已悄然上演，只不过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额外受到了大家的关注。潜藏在这件事情背后的，实际上是既有政治经济秩序不合理造成的分配失衡，然后进而引发的一系列现象起来反抗，从而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但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后面有机会我们再专门进行这个讨论。基于这样的背景，今天我们从利益趋向和价值观两个方面来分析马斯克全力以赴支持川普这个背后的综合考量。首先看利益趋同性，实际上川普和马斯克都是企业家出身，而且还是宾大的校友。他们与传统的建制派掌控下所形成的利益同盟牵连较少，所以他们两人的结合可以共同切分既有的蛋糕。特别是在航空航天和汽车制造这两大领域，我们知道马斯克旗下有火箭公司 SpaceX、 卫星通讯公司 Starlink、 汽车制造公司 T 秒 V， 这些公司在美国国内都有既有的竞争对手。拜登政府的比如说通胀削减法案推动了传统汽车制造商加速进入电动汽车领域，加剧了市场竞争，对特斯拉构成了威胁。马斯克认为川普重新执政后可能会调整相关政策，削弱竞争对手，从而有利于特斯拉维持其在电动汽车市场的主导地位。当然，如果单纯按照市场的办法来竞争，这些公司的效率肯定没办法与马斯克的公司相比。但是如果有政策限制或者倾斜，那就不一定了。比如马斯克在与卡尔森的访谈中提到，火箭运输方面他们获得的订单是别人的一半，但是承担的任务却更多，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例子。再比如，同样作为企业家出身，川普主张减少对企业的监管和税收政策，减少监管就可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企业效率，而税收优惠政策则能直接增加企业的经济利益，这也是马斯克所追求的。其次呢，在价值观层面，马斯克与川普在反对白人自由主义者意识形态方面立场一致。马斯克反感平权、环保、性别平等、包容难民等观念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而川普的言行和政策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政治精英和白左理念，这与马斯克的政治理念不谋而合。2024年7月22日，马斯克接受了乔丹·彼得森医生的采访。马斯克痛心地表示，他被诱骗，同意让孩子服用了青春期阻滞剂，并补充说，他认为觉醒病毒把自己的儿子给害了。
马斯克称对儿童实施变性手术是邪恶的，而彼得森医生也有着相同的看法。马斯克钦佩川普在面对困难和压力时所表现出的坚韧和领导力，认为美国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来应对国内外挑战，这与马斯克自己作为企业家和领导者的风格相呼应。马斯克认为川普的永不退缩这种的精神，以及面对困难时的坚韧和决断力，正是美国所需要的。马斯克和川普都强调边境安全、城市安全和合理的政府支出。马斯克认为美国需要限制非法移民，保护边境安全、非法性。那么作为两个商人，马斯克是如何支持川普的？川普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回应呢？马斯克为川普的竞选捐款数千万美元，并利用其社交媒体平台 X 为川普造势。根据非营利性追踪机构 OpenSecret 秒的数据，马斯克支持川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Amy Eric Pat 在本选举周期的支出就已经超过了 1.19 亿美元。此外，马斯克本人的捐款使他成为总统竞选中最大的个人捐助者之一。据报道，他在特朗普希望动员选民的关键摇摆州的敲门和基层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高调的公开支持不仅为川普的竞选注入了动力，也展示了马斯克在这个政治领域的实力和影响力。作为回报，有消息称川普承诺一旦胜选将任命马斯克领导政府效率委员会。通过这一承诺，我们也可以看出，无论川普还是马斯克，实际上对于目前美国政府的效率问题都并非特别满意。这一承诺可能成为马斯克支持川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将有机会更直接地参与到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公开全力以赴地支持川普可能会给马斯克带来较大的风险和实际利益损失。在与卡尔森的访谈中，他也坦诚，如果川普不能胜选，他可能就会面临来自于对手的严重的报复，这也让他感觉到担忧。实际上，不仅仅是马斯克，这段时间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科技大佬开始公开表示将支持川普，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迈克尔·约翰逊，他在2024年大选中公开表示将全力支持特朗普。约翰逊的这一表态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公开力挺特朗普的级别最高的共和党人。此外，美国共和党前总统候选人尼基·黑利曾在特朗普政府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他在退出共和党初选后首次公开露面时宣布支持特朗普。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尼尔·马尔霍特拉研究了这些科技新创人士的政治观点后表示，若我们将推特上最直言不讳的人与整个行业甚至是其精英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他说，这些人的观点历来横跨两党。根据他和同事在201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作为一个群体科技领导人，在同性婚姻、堕胎甚至税收等问题上与民主党保持一致。然而他们却转向共和党的立场，然后强烈反对监管。他指出，自他们团队开始调查以来，警务、学校教育和跨性别权利等新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而旧金山一直是这些争论的关键战场，引发了科技界一些强烈的反对声音。人们怀疑创投界的大多数人仍然是中左派立场。马尔霍特拉教授说，但是他补充道，共和党肯定会发起另一场行动。总得来讲，无论是马斯克还是其他科技巨头，支持川普的动因实际上还是明确的利益诉求。那当然，这也或许是民主政治的魅力所在，至少你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渠道可以支持你认可的候选人。无论是采用金钱选票还是其他方式，大家至少都是对此持有包容的态度。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社会各阶层多维度的对于政治的广泛参与，才让美国人有了真正成为国家主人的感觉。无论今天两党在选票问题上拼得如何头破血流，至少这样一种深入各阶层的选举机制还是非常值得这个推崇的。